靓仔。新手必学的几个台球小技巧。技巧一：黑八如果在库边没信心打进的话，我们可以留一个翻带位。这个球要翻中带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用球杆做一个垂直线，量出这一段的距离，做一个对称关系。到这边这个点，用球杆跟黑球的球心连线，这个点它就是进球点。技巧二。现在剩下一个7号的死球跟一个带口的6号啊，直接打这颗去 K 7号呢是 K 不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打7号的偏左一点点啊，偏左一丢丢，然后用一个高杆就能把6号打进，同时还能把7号打出来。技巧3。走位不小心走到这里以后啊，这个球是非常难打的。我们可以缩短手架，轻轻的往前面一贴，这样子对手啊是很难去打这个黑球的。技巧4。剩下最后一颗黑球啊，我们没办法进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选择轻轻的一个薄边，带一点点左旋转。像这种黑球，它是非常难防守的啊。我们假设来防守一杆看看，如果是打的薄了的情况，你看白球跑到这里来，黑球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容易去打进的。技巧5。打2号球用高杆去 K 黑球的线路，被这2颗球阻挡住了，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抬高后手去打2号球，这样子呢，白球就可以跳过这2颗球去 K 到。技巧6。剩下最后颗黑球，这样子呢，直接去打底带，容易犯规连击啊。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杆法，瞄准在这个位置，打白球中心点偏右一丢丢的杆法。轻轻松松，黑球打进。下课。靓仔。打台球什么技术最难练？走位。为什么说走位难？因为想走好位，需要的不仅是把球打进，还需要更精准的打到白球的击球点，还要控制恰到好处的力度。这是需要你在长期的训练中对手臂肌肉控制的细腻度，以及对台面摩擦力的感知，还要清晰的感受到球杆的传力性能。所以会简单走位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能把白球控制细腻的却很少。不过呢，这都不要紧，因为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彻底的让你明白如何让自己的走位变得细腻，如何让白球想去哪步。首先，很多人走位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从来没有想过白球去哪，也不知道要打什么杆法，往往就是一打出去之后才想到，哎呀，要是大力一点就好了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走位的4要素：角度、距离、击球点位、力度，也叫出杆速度。这4要素共同影响了白球最后停的位置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，不同的距离就代表了不同的摩擦力，摩擦力会给母球带上向前的旋转。熟悉直线球每一种距离最小力量的定杆，这是走位中的基本功。近距离打中间偏下一些，中等距离打中下的位置，力度也会稍大一些。长距离打最低的位置上，力度再大一些。你会发现这整一段过程，母球都是在后旋转的。随着摩擦力不断的抵消掉后旋转，母球在碰到子球的那一刻，刚好就没有了旋转，也就停下了。我将这种临界力量和击球点位称之为临界中杆。有了每一种距离旋转的临界感觉后，再通过一个固定距离、固定的击球点位，基于临界中杆的力度上不断的增加出杆的力度，去感受白球能够向后退回的距离，去感受那每一圈的旋转所带来的动能。直到白球最后停下的位置完全符合你所预想的位置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带入到角度球中。从小角度球开始，我们先从临界中杆的力度开始尝试。白球会沿着进球线路的90度切线分离出去，不断的增加出杆速度，白球会开始向切线后方一点拐弯。随着力度的增加，白球拐弯的弧线也越来越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同样也要不断的去感受白球在撞击后，它后旋转的方向不断与分离角切线作用所产生的弧线角度。直到这一会儿，你开始对白球走位的线路摸着了一些门路了。坚持训练，不断的去感受。接着我们再不断的降低力量，感受白球朝着切线前方跑的线路。坚持一段训练之后啊，你就会对这个4要素距离、角度、击球点、力度之间的这个细微关系啊有非常深刻的理解。如果想要系统学习的，可以去我主页看一下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这个低杆你拉不回来啊！这是赢我的极限了。这你怎么打？接下来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拉不回来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发力的速度不够，你知道吗？摆臂的速度，像你这样的发力的僵硬的动作啊，一辈子低杆都拉不回来，你信不信？那怎么办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教你一种发力的方式，学完之后啊，你其实可以很轻松的低杆就能拉回来一库。
想不想去？你知道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就是想要让球杆在接触白球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速度啊，一定要学会用手腕。很多人是不会用手腕的，你看这样球杆拿起来死死的手腕，那这样子打球，所以整个如果是这种啊，整个手臂在动的更没速度。你呢好一点点啊，你是整个小臂在动，小臂在动，小臂的速度呢会更快一点点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在球杆往后拉的时候啊，我们把手指稍微松开一点点，你看手腕是不是有个向后的动作？看一下正后方，你看一下啊，手指是打开的，但没有完全打开啊，这里是还是掐住一点点的。好，像这样子，到后面手腕出来，那往前的时候呢，小臂先往前，你看手腕保持住这个角度，那到小臂的速度，你看带起来用完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手腕再给它一个速度，它是不是变成2股速度的合力往前去啊？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整个球杆往前出杆的一个效果啊，在这里看啊，来看一下啊，你看拉回来，你看这里都是小臂的速度，手腕在这个地方发力啊，加上手腕完整的，你看整个速度是不是起来了？看到没有？来，我们打一个低杆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低杆效果就很强，你而且没怎么用力，它的速度就很大。来，你帮我放一下那个球，再给你看一下。像这种长台的低杆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的。但是你在练长台之前，一定要在这个距离，就是白球的旁边，我们先练上大概20次这样的出杆的小臂带手腕的这个速度的感觉，一定要让它顺了啊！你不能说太延迟了，到这里手腕都还没出来，杆头都已经碰到球了啊。这个时候再翻过去没用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没翻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手腕先走了，小臂再过来又没速度，所以它一定要顺畅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啪打别人一巴掌的那种感觉就对了啊。所以你在白球旁边练好了这种手臂的这种衔接，让速度达到了以后，啊，在白球这里过来，轻轻松松，马上就回来。对吧？你没感觉到我很发力吧？对呀，好轻啊！好了，想系统学习，记得去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。靓仔，台球技术想要进阶，就一定要懂什么是临界中杆。顾名思义，用临界的力量打出的中杆效果。水结冰的临界温度在0度，0度以上是液态，0度以下是固态。那什么是中杆呢？直线球中，白球在碰到目标球后能定在原地，就叫做中杆。但同样的击球点位，力量减小后，白球就向前跑了。然而这个力量就不属于这个击球点位的临界中杆了。中杆就是走位这支温度计的0度线。我们都知道，母球用中杆打进目标球后，会沿着进球线路的90度切线运动。但是你如果想走位，想让母球走近一些，你是不是就会想着力量小一点就可以了？错，虽然击球点还是不变，母球的分离线路就改变了。在母球中间以下的每一个击球点位都对应着一种临界力量。想要力量小一些，就要找到对应的临界中杆的击球点位，也就是向下移一些，也就是这里，就能在不改变分离线路的情况下缩短滚动距离。可是实战中每一颗目标球的距离都是不一样的，距离有长有短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训练好不同力量的中杆，先从短距离开始，分别用低点位、中下点位、中间点位去感受它们不同的临界力量在哪，才能将白球定住。接着再训练中等距离的3个击球点位以及匹配的临界力量，最后再训练长距离。相信我，这些练熟了以后啊，你对母球走位的能力会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一定要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题。下课。这个球你打不进啊啊！都极限了，都打到这儿了。这个球不就跟带口球一样的吗？包进的呀。什么？包进？这不包进啊？这个球谁来都不包进。那你们肯定没看过我置顶第1条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置顶第1条？这是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啊，就这个球，教你们3个步骤，学完之后啊，它就跟带口球一样包进。想不想讲？啊？那我来。第1步啊，叫做试击。平常啊，我们在打球的时候运杆啊，是不是像这种，像这样子运杆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们呢，如果把它理解成试击，就是球杆啊，每一次向前的时候，去感受一下球杆向前的方向感。因为我们一开始趴下去运杆的时候，这个手呢会有一点点晃，
杆头的点或者是出去的这种方向趋势都有一点点小小的波动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杆去找到这个大臂的方向，因为只有大臂的方向跟这个进球线稳了以后啊，小臂的摆动才能够完全在这条线上啊，所以你就能感受到，就找好这个进球线。好，第二步来，你趴下来，需要一个小伙伴来帮忙啊。趴下来的时候，第二步叫做锁大臂，让大臂能够更加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方向上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给它做一点对抗，轻轻的往外顶，啊，往外顶完了以后呢，往内顶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它有个5分钟左右的这个训练啊，就会感觉到大臂锁的方向非常牢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感受到啊？哎，这样子轻轻的对抗。好，第三步叫做上膛，因为我们球杆啊最后要出杆的时候呢，去轻轻的感受到这个小臂跟大臂有一种绷着夹紧的力量，感觉中间有一根弹簧一样给它连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它往后拉的时候会有点阻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帮你往后拉，你往前有一点对抗啊。好，我的力是往后的。它的力呢是有一点点往前的，它在跟我做对抗啊。拉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当然不需要这么大力啊，我是轻轻的你轻轻的一个往前的一个对抗的力就可以了啊，轻轻的往前的一个对抗的力。好，拉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好，我们弹簧释放掉，它就会往前弹嘛，对吧？好，3、2、1走，哎，对，就这种感觉，那它的这个大臂就夹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相当于是上弹松掉弹簧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再回到这颗球上来，给你演示一下这3个步骤啊。好，直线球相信大家都会瞄准，对吧？好，趴下来，先进行试击，找好大臂的方向，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瞄歪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通过试击不断的找好方向。好，确定好了，这时候锁住大臂，第2步，然后第3步上膛，小臂弹簧拉过来，就这样。啊，这个球就跟包进一样的，真准啊！想要系统学习的话，记得看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啊。